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所著的《精神矍铄的75岁与步履蹒跚的75岁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新时代的老年人，从减法医疗到加法健康术；第二，让70岁后更健康的加法健康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新时代的老年人，从减法医疗到加法健康术。和田医生作为一名专门服务老年人的精神科医生，至今已有30多年诊疗经验。他指出，在过去60岁、70岁的老人往往外貌衰老、步伐蹒跚，符合人们印象中的老爷爷、老奶奶形象。而如今的老年人却显得年轻得多，充满活力。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，还是在电视上，我们都能看到许多60多岁、70多岁仍然精力旺盛、容貌年轻的老人，甚至在80岁、90岁依然挑战新事物，继续追求个人兴趣。这种变化与社会环境改善、技术发展密不可分。便利的生活条件和持续的新鲜刺激，让老年人更容易保持兴趣、保持大脑活跃，从而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不仅如此，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在稳步延长。1970年，男性平均寿命为 69.3 岁，女性为 74.7 岁。到2019年，男性已超过81岁，女性超过87岁。如今，超过一半的人能活到90岁。过去，退休后可能只剩下10年的寿命，而现在，90岁成为普通人的预期寿命，已不再是遥远的事。然而，随着寿命延长，很多人担心自己在高龄时卧床不起或罹患认知症，害怕衰弱的状态。但作者指出，虽然衰老无法完全避免，但现代医学已掌握了许多抗衰老的知识，知道哪些习惯能帮助保持年轻，哪些行为会加速老化。同时，美容技术与医疗技术也在不断进步，使得优雅老去成为可能。除了科学和技术，保持年轻还需要积极与人交流。现代网络社会让人际关系比过去更容易建立，人与人的互动能够延缓衰老，改善心态。在日本，75岁被称为后期高龄者。从这个年龄开始，中风、心肌梗塞、癌症等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，认知功能和运动功能也会逐渐下降。然而，如果在75岁之前保持活动量，摄取足够营养，并持续锻炼大脑，就能有效减缓衰老。70多岁是与衰老抗争的最后阶段。如果在这个时期放弃，把一切交给药物，往往会适得其反。比如，通过药物降低血压，可能导致循环变差，反而出现头脑昏沉、步伐不稳等问题。这种为了数值达标而依赖药物的做法，作者称之为减法医疗。作者指出，所谓的减法医疗虽然出于好意，但往往削弱了老年人的活力。相反，70岁以后更应该采用加法的方式来维持健康。所谓加法健康术，就是通过增加必要的营养、运动、激素补充等手段来保持活力。因为在为6000多名老年人诊疗的过程中，作者发现，过剩之害如胆固醇过高引发动脉硬化确实存在，但对老年人而言，不足之害的影响更大。如胆固醇不足会导致细胞再生受阻，免疫力下降，加速衰老。因此，老年人不应过度依赖药物来降低血压、血糖或胆固醇，而是要通过加法的方式，补足身体所缺乏的营养与活力因子，才能精力充沛地度过75岁的关口，迎接健康的80岁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让70岁后更健康的加法健康术。在介绍加法健康术之前，作者首先进一步探讨了减法医疗对老年人活力的影响。在常规健康检查中，如果血压、血糖或胆固醇数值异常，医生通常会建议使用药物将这些数值降至正常范围，这就是典型的减法医疗。同时，医生也可能要求减重或减少盐分摄入。许多人在体检后都经历过这种医疗方式，
作者并非完全否定减法医疗。对于40至50岁的人群来说，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和适度药物控制来降低这些指标，确实有助于预防未来的动脉硬化与心血管疾病。然而，对于老年人而言，过度依赖减法医疗可能适得其反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肝肾功能下降，药物在体内停留时间延长，长期服药会导致头脑昏沉、乏力，甚至步伐不稳。降低血压、血糖或胆固醇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在未来10至20年内避免心肌梗塞或中风。但现实是，8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已出现动脉硬化迹象，70岁人群中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。因此，强行把血压、血糖降到年轻时的标准值，往往会破坏老年人身体为了适应动脉硬化而形成的自然机制，导致脑部供氧不足、营养不够，结果反而身体更差。作者强调，老年人更应倾听自己的身体，而不是一味追求数值达标。例如，高血压若没有明显症状，不必强行降压，降压药常常使人疲乏、行动迟缓。血糖轻度升高对老年人来说是自然现象，不必过度控制。胆固醇虽然过高会增加动脉硬化风险，但胆固醇也是免疫细胞和性激素的重要原料。胆固醇偏高的人往往免疫力更强，老化较慢，体重 BMI 超过25的老年人寿命往往更长。70岁以后，稍微胖一点反而是健康长寿的秘诀。不要盲目追求标准值，而应重视每天的舒适感和活力水平。作者提出，70岁之后要想保持活力，应当从加法的角度出发，增加身体需要的要素，而不是一味减少。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：一、使用加法药物。所谓的减法药物，是指降压药、降糖药等，主要目的是压制身体数值；而加法药物是指能够提升身体机能，如抗抑郁药、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等。这些药物不是压制，而是补充不足，帮助身体更有精神。2、补充营养，不要坚持素食。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下降，如果只吃素，容易营养不良，加速衰老。鱼类、大豆制品、肉类等能维持肌肉与免疫力。推荐的食物有：鱼类如青鱼、沙丁鱼，富含 EPA、DHA， 能预防血栓和心脑疾病；肉类提供优质蛋白和色氨酸，促进血清素生成，能预防抑郁症。在饮食不足时，补充剂是方便且有效的方式，关键是倾听身体的反馈，若有效果就坚持，否则就停止。3、增加运动，避免剧烈运动，跑步、激烈锻炼可能伤害关节，增加心脏负担。推荐每天散步，从1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分钟。研究表明，每天久坐超过8小时会显著增加死亡风险，因此要尽量避免久坐，多活动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